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QCCS， 我是 Hiwei， 今天来介绍，又是来介绍改装品 Evo 的改装品。相信那些加 Evo X 啊、Evo 10啊，肯定很喜欢我这一些的影片啦。很难得，那一辆 Evo X 呢又要开始改装了，所以它的改装品的 list 呢就在我的这边。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它的东西啦，等下我一一为大家开箱。有 Mishimoto Aluminium X Line 3-row Radiator 3排的 Mishimoto Intercooler 中央冷却 Mishimoto Dual Oil Cooler Kit Mishimoto Radiator Hose Kit Mishimoto Intercooler Pipe Kit Mishimoto Blow Off Valve Return Hose。 这一边呢价值11650，给你们很准确的数字，让你们参考一下。Mishimoto 是哪里的牌子呢？你们谷歌一下啦哈，就这边就不多解释。总之呢，就是很有品牌的东西。首先来开箱的 5-layer silicone construction direct fit with no modification， 打开给你们看。哦，还有外国的空气，有这个说明书，相信我们都不需要用到。Radiator hose 2条，4条 Radiator hose， 价值800令吉。紧接着下来就是 Heavy Duty Transmission Cooler Electronic Fan。哦，这个是风扇。Yep。OK， 它盒子里面就是有这一个。铁架就是给你锁在你的车身上，已经有 fit 好一个风扇给你了啦。通常，如果你在外面买那种 ABC 品牌嘞，可能你自己要买一个风扇来 fit 上去，但是这个已经锁好了的，所以750令吉。Mishimoto， 这一只东西就是。Blow Off Valve Return Hose 这一只东西750什么概念嘞？我喝 Starbucks 可以喝超过1个月啊！这个是它的 crate 啊，我就不要开了哈，因为等下老板骂我，他找不到。哇！Mishimoto Intercooler 3000块，所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3000块的 Intercooler 是怎样的 ，OK？ 这个就是 Mishimoto 的 Intercooler， 非常的大片，也非常的厚，也非常的有重量哦。有重量不是那种2块钱的那一种东西啦。哦，还有附上卡通的吊环，相信是 Mishimoto 的公仔。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先开箱先。哇哦，所以它盒子，你看这样子包装啊，就算从那个美国运过来啦。它也不会弄坏这个 radiator， 所以在包装上呢是非常用心的。我感觉上今天这集好像是帮 Mishimoto 介绍它的产品一样。这个就没有这样重。Mishimoto Aluminium X Line 3-row Radiator 2000块。2000块的 radiator开玩笑，2000块什么概念呢？基本上你可以找到 T50 牙箱，就是我红猪用的牙箱 ，Recon 的啦，2粒。这个纸袋是还没有拆啦，我先拍一些特写给你们看。这个是 Lifetime Warranty Lifetime Warranty 也是有 serial number 啦，但是应该你们看不到。这个又是一箱很大的，一盒一开呢，里面有这一些零零碎碎的零件。这个应该是跑黑油的，还是 Turbo Return 的？这个应该也是跑黑油的啦，那一种有钢线包围起来的，它的外面这边是很硬的。哇哦！
这个又是oil cooler，一个是有风扇的，这个呢？一个有风扇是另外装，这个是 oil cooler，oil cooler 还要装两个，还要装 twin， 它有 bracket 全部的，是两个没有风扇的，这是 oil。那一个他还没有做决定，到底是要给 power steering 还是要给 turbo？只能讲这个车主是有一点点有过头多的 budget 啦，所以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没有风扇的 oil cooler。这个可能没有用到，我的红猪也是可以用到啦。OK， 它每个东西盒子都非常的华丽，因为他们是非常知名的品牌啊。我没有拿他们任何一分钱啊，我先跟你们讲哈。这个我就不用开，因为是一起的。这些铁片我是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啦，总之就是 plug and play 的东西，好吧？这些其实我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开箱咯，这些就是 Mishimoto 的它的 intercooler pipe， 这边有非常多啊，还有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就是它上面的那一条管吧，所以这边有2只这样的东西。现在就等这些装上去了，我再拍给你们看 before and after 到底是怎样，然后可能顺便我会拿一些原装的跟改装的来对比一下啦，给你们看，给你们参考。所以还不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像话吗？基本上这个就是 Mishimoto， 它的这个水箱 radiator 呢会明显比较厚。我来跟你们对比一下原装 Evo X 的 radiator。这个就是原装 Evo X 的 radiator。那这个就从侧面看过去，这个是塑胶的，这个就是Aluminium， 所以这是6 cm， 这个这样大概看过去应该差不多3.5 cm。这个上面看过去是5 cm。哇哦，这个基本上2.5。所以为什么要装这个呢？这个大片的比较好，然后总之大就是好啦小的这个呢，如果它不要了，可能我的红猪可以用啦。我是觉得这一个改装的影片，我会加我的 Time Attack 进去。其实原装就是加了底盘那些拉杆过后呢，加我们的米粒锅看一圈，最快单圈短的是44秒。那其实改装之后加了这个冷却比较好了之后，会不会比较快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好奇，所以我在这影片最后我就会放 Time Attack 单这一辆车的给你们看一下，我到底这个会不会突破43秒呢？我也很期待，非常期待。这个是原装 Evo X 的 intercooler， 其实也是蛮大片的，而且非常轻。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个跟刚才那个 compare， 这个是有多么重呀！它也比较厚一点啊，我也在想啦，要不要装这个？因为这个重很多，我拍一下分别给你们看。我觉得这个至少比原装的重5 kg， 所以原装的是接近7 cm， 这个是接近9 cm， 是不是越厚就越好呢？我们敬请期待。
这一种也是有一种好处，就是当你 boost 得很高的时候，这边是锈死了，它没有任何的 oil ring 还是什么啦，总之它就是烧死了。然而原装的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另外再接上去的，所以这边它有 oil ring， 所以 boost 高，这边可能就会漏气。哦呦呦呦，吓死我！所以这边原装的它做到就是可能它这些都是另外做的，这些都是另外做的，他们后来组装上去的啦。这边 boost 高会漏 boost 哦，所以改装的也是有改装的好，The moment of truth， 到底 Evo 跑多少时间呢？在这小厂再换上 Destino 新轮胎哈。当然，再次要非常感谢这位车主，让我又再开它来跑比赛哈。还要再次强调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车主是不是 short 了，既然接我 Final Edition 比赛，这次 All-Wheel Drive 呢，其实基本上80% 都是 Subaru 啦，所以这次我要证明 Mitsubishi Evolution is the best。Subaru Impreza， 喂，哪里有好来 Evo 啊？其实这一次椅子全部都拆完了，是会比上次轻很多了啦哈。
MTAP West Track。3圈开始呢，其实就这雨越下越大了。紧急状况！紧急状况！现场下起了大雨，所以刚才我干地跑的时间都不算，现在重新跑过，祝我好运。
可以看到现在下起非常非常大的雨，我相信 All Wheel Drive 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前轮只有前轮在转，后轮只有后轮在转。Evo Final Edition 4力轮在转啊，没问题耶，可以了。Sorry，再回去那边。OK。危险哦！危险哦！
试测试的。上次还没有改装前呢，我错过了，这次我再也不会错过了。Yes， 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临试测试，看一下这辆车，现在能够跑到多少 off traction。应该有13秒尾，哇！13.37，我觉得测试一轮就可以了，所以去到尾是171.1哦。其实之前我有拍 Evo Review， 如果你们有看的话，那时候我还不会骑车啦，现在我知道怎么骑车了，所以这次的测试会比较能够发挥到 Evo 真正的野性，好吧？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的影片的话，请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Hiwei， 打开小铃铛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如果你没有 subscribe， 像话吗？我这样认真的做这些测试改装的影片给你们看啊！我们下一集见。